东林市爆发连环分尸案，凶手究竟是谁？焦头烂额的警察为何不得不向狱中的罪犯求助？周渝民为什么越长越像梁朝伟？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来猜片片。今天咱们聊一部最近非常火的悬疑罪案剧《秘局》。这部剧登场角色众多，线索庞杂，而且又是采用了案中案的形式，我尽量梳理清楚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也请认真听，剧情绝对精彩，不容错过。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城市东林市，有人在河里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装满了尸块。原来最近东林市已经发生了3起分尸案，死者均为女性，凶手一直没有找到，现在又出现了第4位死者。塑料袋泡在深不见底的河里，需要专业的救助队才能打捞。眼看塑料袋顺着水势越飘越远，差点刑警任飞干脆自己跳下去捞。经尸检发现，死者是女性，包裹收着的塑料袋上还有分尸案中第1位死者的血迹，看来是同一个凶手所为。法医还查出了尸体之前应该在干燥的地方，可能最近下雨才把它冲进河里。尸体切口完整，没有头和下腹部，这一点也和前3位死者相似。开会时，任飞归纳着4起命案的信息：1号死者是个大学生，2号死者是个清洁工，3号死者则靠主持网络电台为生。3个人年龄、职业都相差甚远。前3位死者其实大家不用刻意去记，只需要记住第4位死者就行了，也就是刚刚发现的这具尸体。4号死者是个泰国偷渡客，名叫阿珍。之后警方就一直以阿珍为突破口展开调查。这些受害者的唯一共同点，除了都是女性，就是都被抛尸在东林河边。任飞想起河的中游有个高尔夫球场，那里很适合抛尸。有警员上网搜索，发现近日这里曾出现塌方，结合之前法医说的，很可能尸体曾埋在这里，后因塌方掉入河中。事不宜迟，大家分头行动，留下一位演技凶值班。突然电话响起，打电话的人叫梁延东，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是监狱。没错，梁延东是一名囚犯，他以前是最优秀的犯罪侧写师，破了不少大案，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律所，成了一名大律师。如此人物为何会沦为阶下囚呢？咱们暂且按下不表，让我们把进度条往回拉一下。这天，东林监狱一如往常，犯人们正在劳动改造。一位长发大哥累了，让小弟帮他按摩。不想吃的监工看在眼里，这位监工也是犯人，性格耿直，他命令长发哥起来干活。长发哥自然不爽，于是煽动犯人们造反。眼看就要升级为一场暴力流血事件，梁延东有心帮监工，在观察了工程的电路构造后，启动了喷气设备，热气一喷，所有的囚犯都老实了。狱警也及时赶到，一场内乱暂时平息。说这场戏就是为了让大家注意一下这次暴力事件中的2个角色，欺负人的长发哥和被欺负的监工。这俩角色在之后的剧情里还有不少戏份。监狱里，梁延东和他的狱友帽子哥闲来无事，用掌上电视关注着外面分尸案的案情。新闻里出现了任飞奋勇跳水的画面，梁延东注视着他，仿佛若有所思。他回忆起一段往事，几个片段疏忽闪过，似乎是一场恐怖袭击。为什么梁延东会想起这些呢？他和任飞以前有什么纠葛吗？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这天，梁延东正在陪一位大佬下棋，这大佬看着眼熟啊，这不是江直树他爸吗？大佬知道梁延东入狱前是位大律师，所以借着下棋想让梁延东帮自己早点出去。大佬犯的案子是教唆杀人，如果梁延东能指点他如何辩护，没准真能少判几年。可梁延东却沉默着。这盘棋是有赌注的，梁延东赢得了一张电话卡，他就是用这张电话卡给警局打了报案电话，直言警方的调查完全搞错了方向。可惜他的话并没有被眼镜哥当回事。在梁延东旁边有一位小狱警，一脸爱慕的看着他。小狱警自我介绍，他叫小赌，没事就爱打赌。他听过梁延东金牌律师的大名，不信他会知法犯法，便和同事赌梁延东是被冤枉的。他承诺梁延东如果遇到什么麻烦，随时可以找他帮忙。事实上，梁延东的罪名也还没定，他的案子正要2审。没几天，2审开始了。庭审现场，梁延东拿出一堆资料，通过特写镜头可知梁延东涉及的是一桩强暴加杀人未遂案，被害人叫方可倩，后背受重伤，伤痕很像一对血翅膀。为了和任飞正在调查的分尸案做区分，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案子叫做血翅膀案。梁延东在材料里各种分析，他主打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摆脱自己的嫌疑，证明自己并非血翅膀案的真凶。梁延东还提出，这案子到2审才花了11个月，就像有人逼着快点定罪。坐在对面的检察官听到这话，表情有些僵硬。梁延东又申请强制传唤一位证人，此人名叫吴雨欣，是被害者方可倩的朋友，他可以证明还有另一位犯罪嫌疑人存在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吴雨欣一直玩失踪。梁延东希望法庭能尽快找到他。嫌疑犯一段输出，检察官坐不住了，他播放了一段录像作为反击。录像显示，方可倩遇害前曾和梁延东在某咖啡厅会面，当时2人似乎有些不愉快。检方根据录像怀疑梁延东和方可倩有很深的矛盾，并因此产生了杀心。那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梁延东为何会被认定是血翅膀案的凶手呢？咱们也不用按下不表了，我把下集的剧情提上来给大家解惑。那天坐空姐的方可倩正要回家，梁延东冒出来，2人来到了咖啡馆。拿出名片以后，
梁安东说了来意，他想向方可倩打听一下吴雨欣的下落。当时吴雨欣找梁安东打一桩官司，结果他突然发短信说要撤诉，然后人就失踪了。方可倩和吴雨欣是同事，两人关系要好，所以梁安东只能来找他求助。方可倩冷着脸给吴雨欣打了电话，却无人接听，然后便说自己刚下飞机要回家休息。梁安东也冷下脸说方可倩当晚的飞机昨晚就落地了，然后开始了他的推理。谎言被识破，方可倩起身就走，梁安东拉住他，告诉他同样的谎言吴雨欣也说过。方可倩不想再透露什么，还是扭头走了。这一幕也被餐厅的监控拍了下来，成了检察官指控二人有矛盾的证据。梁安东不甘心，出去追人，却把名片忘在了桌上。出了咖啡店，梁安东给方可倩道歉，他猜到俩人都在做皮肉生意，干这行的都有苦衷。比如吴雨欣就好像需要很多钱为她生病的老公做手术。大家记住，吴雨欣老公的手术也是一个重要事件。这场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但出了事故，导致吴雨欣的老公意外死亡。吴雨欣便和医院打官司，因此才认识了梁安东这个大律师。闲话休提，见梁安东如此诚恳，方可倩终于告诉他，吴雨欣既然筹够了做手术的钱，应该是想洗心革面，忘记过去不堪的经历，这才人间蒸发。方可倩还说，吴雨欣前段时间接了最后一单，做的有点不愉快，客人把他背后弄得全是伤。吴雨欣失踪前后背受伤，方可倩也因后背受伤而昏迷。这俩人遭遇的很有可能是同一位客人。难道这名客人就是血翅膀案的真凶？他杀害了两人，并让梁安东替自己背了锅。那天和方可倩分手后，梁安东在律所接到一通电话，方可倩的钱包忘在了咖啡厅，钱包里没有联系方式，服务员便根据桌上留下的名片联系了梁安东。梁安东便去拿了钱包，准备还给方可倩。他家的门开着，梁安东便直接走了进去。情急之下，梁安东触碰了方可倩，发现她还有心跳，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报警中心告诉梁安东，这个地址已经有人报案了。警方瞬间赶到，直接把梁安东当成罪犯带走了。肯定会有观众吐槽，查一下楼里的监控不就完了？梁安东明明是刚才到场的，不过怎么看整件事都像是有人布局。监控摄像头80%早就被破坏了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庭审陷入停滞，法官宣布休庭。他答应寻找失踪的吴雨欣，但只给2个月的时间。梁安东的2审告一段落，任飞的调查才刚刚开始。前面不是说过吗？任飞怀疑抛尸的地方是东陵河中游的高尔夫球场。这天他来到了球场，还真发现了一个人鬼鬼祟祟，结果是场误会。任飞逮到的只是高尔夫球场的老板。这个球场挺有背景，任飞在此闹乌龙，人家直接告到了警局领导那里，挨了一顿批，高尔夫球场不能再去。任飞等人又研究起了第4名死者阿珍。阿珍在泰国老家已婚有子，2年前偷渡到了东林。任飞翻看了他的照片，发现他还有位情人，看样子也是个偷渡客。偷渡客一般都聚集在港口，队长带着任飞直奔那里。到了港口，队长堵住了一位线人，线人认识阿珍和他的情妇。我真的不熟。体验了一把《速度与激情》，线人全交代了。阿珍的情夫名叫阿强，是个毒贩，在泰国早就被通缉了。阿珍知道此人身份后，一直在闹分手。正说着，突然前面出现一辆小巴。巧的是，那辆巴士是接梁延东回监狱的，车上还坐着小赌王。更巧的是，这个小赌王刚好是任飞读警校时的学长，二人的关系还非常不错。巴士开远后，小赌王炫耀上过新闻的学弟，两人都安静的听着，心里默默打着算盘。看来他确实是认识任飞的。略过梁延东回监狱的事不提，咱们继续关注任飞的破案进展。现人最后一次见阿强是在某歌厅，队长带人来到这里，歌厅的老板娘说阿强是熟客，不过已经1个多月没来了。老板娘有点怕他，因为阿强喝多了酒就打人，好几个女孩都被他打了住了院。阿强还有一层身份，他曾是毒枭的佣兵，身手了得，这样的人想摸到踪迹太难了。见警方犯愁，老板娘提议让他们去附近集市看看，那里是偷渡客最爱逛的地方，很多地下买卖都会在那交易。众人来到集市四处查探，果然找到了阿强的踪迹。任飞与之顽强缠斗，最终在同事的帮助下顺利逮捕了他。回到警局以后，队长迅速对阿强提审，得知了阿珍去世的消息，阿强悲痛万分，他告诉同事拿来了法医新的验尸报告，阿珍身体里有毒品残留，除此之外，他身体里还有麻醉剂成分，而之前那位死者的身体里也有麻醉剂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阿珍死时可能怀有身孕。重回审讯室，队长问阿强，阿珍死时体内有毒品，是不是你小子给他的？阿强极力否认时，任飞把2人的合照拿出来，想打感情牌。阿珍的戒指也出现在了桌子上。看到戒指，阿强崩溃了，这是他和阿珍的定情信物。任飞乘胜追击，把阿珍怀孕的事说了出来。一时两面的冲击让阿强卸下了防御，他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对象，那就是贩毒网中他的上家，此人名叫大钱。大钱和阿珍也认识，毒品可能是他给阿珍的。这小子为人阴险狡诈，心狠手辣。交代完这些，警员押着阿强走出审讯室，队长好言相劝，总算让他放弃。看来阿强确实不像是凶手。经过调查，阿强的上家大钱现在居然被关在监狱，罪名是性侵杀人。
看他资料上的照片，不就是之前长发哥身边的小弟吗？不过这小子进监狱才1个多月，完全有可能进去以前做的分尸案。任飞等人就准备去监狱找大钱。监狱里正在组织囚犯看电影，梁安东身后悄然来了2个人，其中一个正是那天欺负监工的长发哥。长发哥肯定查到了是他帮了监工，这是来复仇的。就算梁安东躲到了厕所，也不能逃过一顿毒打。眼看梁安东就要被打死，小赌王来到厕所救人，并安排梁安东快去医务室疗伤。晚上，身受重伤的梁安东做起了噩梦，梦到了和方可倩初次相见的片段。如今他翻案的最大希望就只剩下等方可倩醒来。梁安东正这样想着，小赌王仓皇而至，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：方可倩去世了。梁安东的罪名升级，从强暴罪变成了杀人罪。好在他还有备用计划，他让小赌王去找任飞，他要和对方聊聊。监狱里，小赌王的上司老妖回来了。前段时间他因为家事请假，带来上班，突然腰就不太好了。老妖知道了梁安东和长发哥的事，他来到医务室发起官威，要把还在康复的梁安东关禁闭。梁安东无奈被关了起来。被关前，他偷撕了医务室的一本杂志，上面有关于分尸案的报道。他用一枚偷藏起来的唯一妻子在墙上开始了云破案。另一边，任飞为了审讯阿强口中的上家大钱，也已经来到了监狱。大钱一脸油滑，一看就不好对付。队长说他手上有大钱贩毒的证据，如果不老实回答问题，那就加重罪行。大钱好像被吓住了，他回答问题前不知为何总要看摄像头。队长也不含糊，直接问大钱阿珍是不是他杀的。前面3位受害人他认不认识？结果大钱语出惊人。队长了解这帮亡命徒的把戏，任飞却当真了。大钱耍弄了一把警察，看似挺开心，但其实内心慌得一批。队长和任飞气鼓鼓的正要走，小赌王摸上来，带任飞去禁闭室见梁安东。梁安东的大名任飞是听过的，他执勤时常看了一本书《犯罪行为剖析》，作者正是梁安东。就这样，2位男主终于正式会面了。见任飞来了，梁安东马上给对方展示墙上的分析图。他的分析全都是根据新闻报道得出。新闻里说，死者身上没有什么外伤，这证明他们和凶手相处时并未反抗。梁安东大胆猜测，凶手会给死者一定的安全感，没准是女性。这结论任飞大为吃惊，无法认同。梁安东自述也当过警察，太清楚警办的固有思路了。想要破案，还是要格局打开。4位死者都没了下腹部，多半是被凶手摘取了子宫。他很可能曾经失去过孩子，从而心理扭曲，迁怒于孕妇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不止第4位死者，前3位死者应该也都是孕妇。梁安东这么卖力的云破案，目的很简单，他希望任飞帮忙给他洗冤。至于为什么会选定任飞，2人之前到底是否认识，咱们一会儿再表。会面结束，任飞回到警局，提出了凶手可能是女性的猜测，却遭到了同事们的群嘲。任飞又去找女法医，经过他的化验，4名受害者果然都怀孕了，说明至少这一点，梁安东的推测没错。任飞赶紧跑到队长那里通报消息，听到死者都是孕妇，有同事觉得不正常，前3位死者家属根本就没提过怀孕的事。那合理推断，死者生前都隐瞒了怀孕，会不会他们都准备堕胎？还记得前面说过的吗？尸检发现死者身体里都含有麻醉剂，会不会就是堕胎前的麻醉针？他们不反抗，是因为他们都死在了手术台上。这个猜测感觉很接近真相。那下一个侦查地点就是医院妇产科了。任飞他们开始挨个找医院。另一边的东陵监狱，监狱长官检查起禁闭室，满墙的案情分析让2人很头疼。领导觉得梁安东太不安分，早晚给他惹麻烦，就让老妖多盯着点。为了避免再发生冲突，老妖把长发哥换到了新的工厂。这下世界似乎和平了，但进度条告诉我们没这么简单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。继续来看孕妇连环分尸案。当晚，某个大肚的孕妇出来喂猫，喂完，她打着电话往家走，身后却响起了猫的惨叫声。次日一早，孕妇的尸块被人发现，这次抛尸地点不是东陵河，而是更热闹的市民广场。而且还有一点和前4起不同，这次的尸块里竟然发现了下腹部。新的死者让警方如遭雷击，各大媒体全是对警方办案能力的质疑。任飞压力倍增，也做起了噩梦。他梦到了12年前的往事，看景象，这不就是梁安东经历过的恐袭吗？那是个圣诞狂欢夜，某个枪手突然向人群射击，混乱中，一位带孩子的妈妈被击中，孩子不愿撤离，只能被大人抱到了安全地带。一位陌生的叔叔安慰着男孩，还给他披上了一件格子衬衫。突然，任飞醒了，那件衬衫他居然还留着。这里咱们也不用卖关子了，相信大家也能猜到，这个小男孩就是任飞，安慰他的叔叔则是梁安东。这也是为什么梁安东选中了任飞为自己翻案。此时的梁安东正在监狱里，与有帽子哥在看喂猫孕妇案的新闻。他认为这是连环杀人狂的又一次表演。梁安东却说这案子并不是分尸案凶手做的，而是模仿作案。警局的女法医也有同样推断，她通过对尸体的分析，发现这对凶手用的分尸工具换了，断面不太利落，死者身体里也没了麻醉剂。最所人听闻的是，这次死者浑身是伤，是被活活打死再分尸的。还有一个疑点，之前死者都是想堕胎时遇害，这次的受害者都快生了，
如果真的又冒出一个新的连环杀人魔，那事情就麻烦了。任飞等人都处在爆炸边缘。监狱里的梁彦东猜到警方要激进办案了，他偶遇小赌王时，拜托他告诉任飞，这次的凶手是模仿犯，根据抛尸地点是闹市推测，他比真凶更爱出风头。下的犯手法一定会更极端。如果警方想要引诱凶手露面，凶手极有可能会来个同归于尽，所以警方一定要谨慎。小赌王还没来得及找任飞，警局里却有了重大发现。他们查到了凶手跟踪死者的监控画面。任飞正疑惑，小赌王的电话来了，他转述了梁彦东的话。可任飞这次不敢轻易相信。技术人员破解了死者的手机，发现他的拍摄软件有个后门程序，可以进入暗网。死者上的暗网逛的是一间变态聊天室，想要进入这里，需要自己上传一段视频。死者也上传了一段，内容带有虐待性质。与死者互动最多的账号叫俄男，他们老在聊变态话题。技术人员建了一个新的 ID 去加俄男好友，他们按照俄男可能的喜好弄了个孕妇头像和有受虐孩子的名字。没想到俄男马上通过了好友申请，并迅速要求视频面试。好在现场有一个女警员，屏幕里的俄男看不清脸，他和女警尬聊起来。看俄男对自己有兴趣，女警顺势要约他。挂了视频后，俄男传来一个地址，这可是逮捕嫌疑人的好机会，女警不得不深入虎穴了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这天在工厂，梁彦东看到了正在贩毒瘾的大钱，而他知道瘾君子的阶段反应都在入狱后几天，大钱都快入狱2个月了，还有这样的反应，只能说明在这个监狱里有人一直在给他供毒。梁彦东想问出此人是谁，大钱却警告他不要管太多。梁彦东向狱友帽子哥打听了大钱的情况，大钱是因为性侵杀人进来的，可这小子有点奇怪，一般性侵犯都不会有家人来探视，可他的妻女隔三差五就来。据大钱自己说，犯事完全是意外，他只是去夜店玩，不小心弄死了某个姑娘。至于怎么弄死的，帽子哥打听到大钱有一种特殊的癖好，喜欢伤害女性的背部。这个太巧了，吴雨欣接客时背部受伤，方可倩也因背部重伤而死，说明大钱弄死的姑娘应该也是血翅案的受害者。梁彦东陷入沉思，变态人格不会有稳定的婚姻关系，所以大钱很可能是替真正的凶手顶罪。再次上工时，梁彦东故意接近大钱，质问他，身后似乎有人来了，大钱假装发怒，然后逃之夭夭。梁彦东意识到大钱在躲着谁，可他回头时，对方已经离开。大钱可能真的是帮人顶罪。梁彦东的话让他担心败露，便给某个神秘人物打了个电话。通过他的嘶吼，可以得知大钱被人坑了。本来顶罪后，对方会安排大钱蹲2年就出狱，但现在对方过河拆桥，不管他了，并且还拿他的家人做威胁。另一边，针对俄男的诱捕行动即将展开，任飞来到了监狱见梁彦东，来请教模仿犯的事，但他言语之间带着不信任。梁彦东激动地告诉他，如果因为囚犯身份而不相信他，可以好好去查大钱。他怀疑自己和大钱都是在为同一个变态顶罪。任飞却说大钱是自首进来的，这更让梁彦东激动，能让大钱心甘情愿地来自首，对方的来头得有多大？梁彦东甚至担心有人为防夜长梦多，会在监狱里杀死他和大钱灭口。这些话让任飞有些懵，探访时间有限，他决定还是先问分尸案的事，便把未摸孕妇的资料掏了出来。他告诉梁彦东，孕妇有个变态网友，很可能就是凶手，警局要派人诱捕他。梁彦东坚持模仿犯的观点，并再次强调诱捕他的女警非常危险。确认了梁彦东的看法后，任飞没再坚持，起身离去时，梁彦东看到了自己的那件衬衣，可能怕勾起对方的伤心回忆，他没有当着和任飞相认。与俄男相约见面的日子很快到了，女警硬要出马，任飞没有阻止这次行动。一来他这个新人没什么话语权，二来他对梁彦东的判断将信将疑。凡是警局的同事都部署得很妥当，队长在指挥车里全程监控，女警身上也装了定位器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根据俄男提示的路线，女警进了一间大楼，哪能想到楼里设置了信号屏蔽器，失去了女警的踪迹，所有警员都急得到处找人，女警则还在楼里转悠。正如梁彦东所担心的，俄男真的要对女警下狠手。调事如神的梁彦东此刻正准备去上工，刚走进劳改工厂，他的另一则预言灵验了。梁彦东曾说过，监狱里有人要杀人灭口。现在大钱横死，下一个要被送走的会不会就是梁彦东？丽居前4集就在此处戛然而止。作为一部悬疑剧，丽剧的信息量可真不少。本剧的故事涉及了很多现实问题，比如官僚主义、官商勾结、边缘人群的生活百态等等。前4集的案件形成了双案并进的形态，双案里又套着小案，又是一部套娃悬疑剧。本剧有2个主要案件，第一个是任飞正在调查的孕妇连环分尸案。已经出现了4名受害者，作案的凶手很可能也是女性。分尸案还引申出了一起模仿作案，凶手是俄男，这个模仿案又牵扯出了暗网。第2个案子就是梁彦东被诬陷杀害方可倩的血翅膀案。血翅膀案中还有2个受害者，分别是已经失踪的吴雨欣和大钱在夜店杀死的姑娘。凶手是谁还不清楚，但梁彦东和大钱应该都是替别人背了锅。现在大钱突然自杀，会不会就是被血翅膀案的真凶灭口了呢？
此外，还有把连延东和任飞连在一起的12年前的广场枪击案。这个案子的凶手是谁？有何目的呢？整部逆局就是一个巨大的坑。这样密集的信息轰炸，让人看剧时一个镜头都不敢错过，生怕遗漏了什么信息。我根据本期视频的进度做了一张人物关系图，方便大家梳理剧情。这部剧细节真的爆炸。比如第2集里，警局里出现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奶奶，镜头特意露出她，总觉得这是什么暗示。这老奶奶在第3集里也出现了。剧中有一个点我没有细说，那就是无论警局内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第2天都能上个新闻头条，甚至连队长发脾气这种事都会被媒体记者捕捉的事无巨细。而每次警方聊到案件进展时，这个老奶奶又都在现场，所以她很可能是媒体安着进警局的眼线。剧中还反复多次出现了方可宪住的那家医院的特写，叫做陆振生纪念医院。我提前剧透一下吧，吴玉欣的丈夫就是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，不难怀疑后续将会在这家医院里上演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关于分尸案，我还想再多说2句。他的案情其实借鉴了著名的杀人狂开膛手杰克。这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，他在1888年8月到11月间，在伦敦杀死并分尸了5位女性，并割掉了其中3位的子宫。有分析认为，开膛手杰克很可能也是女性，其理由和连延东的推测一样，都是认为凶手无法生育或失去过孩子，所以产生报复心理。而且当时案发现场确实出现过女性物品，包括女性靴子上的纽扣、女性裙子、披肩、帽子。有人甚至挖出了可能的犯人，他是英国皇室医生约翰·威廉斯的妻子，名叫丽芝·威廉斯。她无法生育，性格古怪。如果逆局的分尸案凶手也是女性，那她会是谁呢？会是前4集里出现的女性角色吗？而大前之死明显是他杀，凶手究竟是何人？他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梁延东？梁延东和大前到底是替谁背了锅？被电晕的女警能否化险为夷？孕妇连环分尸案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受害者？由于这部剧还没有完结，这以每周2集的速度更新，会不会烂尾我也说不好。不过只要大家喜欢听我解说，只要本期视频点赞破10万，咱们就开了这个坑，3天之内更新下一期。最后，喜欢明明解说的小伙伴也别忘了点个关注，频道中还有大量其他悬疑推理剧集以及烧脑电影的详细解说。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吧，拜了个拜。